喷嚏先生。这里是寒冷王国，离北极很近。这里一年到头都是冬天，不下雪的时候就结冰，不结冰的时候就下雪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个地方有多冷。因为寒冷王国特别冷，所以住在那里的人们也天天挨冻。从寒冷王国来的人，你一定认得出来，因为那里人人都有一个红鼻子。在寒冷王国，有红鼻子的不只是人，你还可以看到红鼻子狗追红鼻子猫，红鼻子猫追红鼻子老鼠的场面。你甚至还能看到红鼻子大象。在寒冷王国，你最常听到的是这样一种声音：打喷嚏声。它在寒冷王国十分常见，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对吧？这个故事是关于喷嚏先生的。他住在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小木屋里。小木屋坐落在寒冷王国的首都多索城。每天早上，喷嚏先生醒来，打喷嚏；起床，打喷嚏；穿衣服，打喷嚏；下楼，打喷嚏；吃早餐，打喷嚏；去上班，还是在打喷嚏。我不喜欢整天打喷嚏。他每天都这么想。有一天，他决定离开寒冷王国，去寻找治疗打喷嚏的方法。就在这天，喷嚏先生收拾好出门用的东西，主要是手帕，打了个喷嚏，锁好房门，又打了个喷嚏，然后出发了。他走在寒冷王国的路上，边走边打喷嚏，边打喷嚏边走，走啊走，喷嚏打啊打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寒冷王国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离开寒冷王国以后，喷嚏先生发现雪越来越少。他一路走下去，最后竟然一点雪都看不到了。他走在路上的时候，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：他不再边走边打喷嚏了，只是不停地走啊走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停止了打喷嚏，完全没打，一点儿都没打，即使是一个最小的阿嚏也没打。我为什么不打喷嚏了呢？他心想。不过他一定是把心里话大声说出来了，因为有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：你不打喷嚏是因为你没感冒。喷嚏先生吓了一跳，他转过身去，看到一位睿智的老巫师正站在他身后。什么叫感冒？
喷嚏先生问道。感冒就是在你感到很冷的时候得的一种疾病。睿智的老巫师给出了充满智慧的解释。哦，喷嚏先生说，可是我来自寒冷王国，那里的人一直都很冷。胡说！巫师哼了一声，天气不可能一直都很冷，因为有太阳。他指了指正在天空中微笑的太阳。可是我们寒冷王国没有太阳，喷嚏先生解释道。没有太阳！巫师大叫道，多么的不可思议呀！我们得想办法改变这种糟糕的情况，你说呢？对，喷嚏先生表示同意，虽然他不知道巫师的话是什么意思。那个叫寒冷王国的地方有多远？巫师问。哦，它非常非常远，喷嚏先生回答。在哪个方向？巫师问。喷嚏先生指了一下家乡的方向。花不了多长时间，巫师说着，挥动手里的魔杖，叽叽咕咕地说了一些咒语。但是不能告诉你是什么咒语，因为如果告诉你，咒语就失灵了。不管是什么咒语吧，反正它起作用了。在比说一遍阿嚏还要短的时间内，巫师和喷嚏先生已经到达了哆嗦城。你应该还记得，那是寒冷王国的首都。和往常一样，那里正在下大雪。这个地方可真是阴冷啊，巫师说。阿嚏！喷嚏先生回应道，他又开始打喷嚏了。寒冷王国确实需要阳光，巫师说，这需要用到一些特别的魔法。请快一点儿，喷嚏先生说道，他已经变成一个雪人了。现在，巫师没理会喷嚏先生，我要念咒语了。念完以后，请你立刻打3个喷嚏。睿智的老巫师举起他的魔杖，叽叽咕咕说了一些咒语。那些咒语同样不能告诉你，不然就不灵了。阿嚏！阿嚏！阿嚏！喷嚏先生打了3个喷嚏，突然就像中了魔法一般。对了，确实是魔法。太阳从大片的乌云后面露了出来，雪也停了。好了，巫师说，不会再有喷嚏声了。然后他又叽叽咕咕地念了一些咒语，都没来得及说声再见，就消失了。喷嚏先生站在阳光下，看着雪开始融化。从此以后，寒冷王国每天都太阳高照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寒冷了。
你再也看不到红鼻子狗追红鼻子猫，红鼻子猫追红鼻子老鼠的场面了。现在已经难得听到喷嚏声了，就连喷嚏先生都不再打喷嚏了。喷嚏先生的变化还不止这一个。有一天早上，他在照镜子的时候，又发现了一件事。你能看出喷嚏先生有什么变化吗？这种变化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。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上次是在哪一页发生的？